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播客，我是小夏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天，我们的主题特别贴近生活，就是聊聊你的日常生活。我们会用 HSK 3到4级的简单中文，从早上起床聊到晚上睡觉，还会说到大家都很关心的生活习惯、工作日和周末的区别，怎么让日常更舒服这些话题。没错，不管是中文考试，还是和中国朋友聊天，我的一天都是最常用的话题。今天我们慢慢聊，大家可以一边听，一边跟着我们一起说。对，今天的词汇都很简单，句子也不复杂，中级水平的朋友完全可以听懂。那我们就从一天的开始，早上聊起吧。大伟，你工作日一般早上几点起床？我工作日一般7点准时起床，不过有时候前一天工作太累，也会赖床10分钟。哈哈，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。那你会定好几个闹钟吗？比如隔5分钟响一次的那种。我不会，我就定一个7点的闹钟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定好几个，我就会一直赖床，反而更容易迟到。看来你是个很有原则的人。那你起床之后，第一件事做什么？我第一件事是喝一杯温水，医生说早上喝水对身体好。然后我去洗脸刷牙，再拉开窗帘，让阳光进来，这样我很快就清醒了。这个习惯真不错。那你会在家做早餐吗？还是在外面买？大部分时候我会在家做早餐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更健康，也更便宜。我一般煮一个鸡蛋，烤一片面包，再喝一杯牛奶。如果起晚了，我就会在公司楼下的小店买包子和豆浆。听起来很丰富。你最喜欢的早餐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早餐是小笼包，配一碗热粥。不过小笼包做起来有点难，所以我只有周末才会自己做，或者专门去餐厅吃。我也很喜欢小笼包。吃完早餐，你怎么去上班？要花多长时间？我坐地铁去上班，我家离地铁站不远，走路5分钟就到了。从家到公司，地铁一共要坐8站，大概30分钟。如果遇到早高峰，可能要多花10分钟。早高峰的时候，地铁是不是特别挤？对，早高峰的时候人特别多，有时候要等2趟地铁才能上去。不过我已经习惯了，每个大城市的早高峰都是这样的。那通勤的时间不算太短，你在地铁上一般会做什么？我一般会戴耳机听中文歌，或者看简单的中文新闻。有时候也会看看窗外的人，想想今天要做的工作。我不喜欢在地铁上看太长时间手机，眼睛会不舒服。这个习惯很好，保护眼睛。那你一般几点到公司？到公司之后先做什么？我一般8点40分左右到公司，9点正式开始上班。到公司之后，我会先接一杯热水，整理一下今天的工作清单，再开始做事。很有条理啊。那你上午的工作一般忙不忙？主要做什么事情？上午一般是一天里最忙的时候，我会先处理昨天晚上收到的邮件，然后和同事开一个短会，说一下今天的工作安排。剩下的时间，我就专心做自己的项目。听起来安排得很满。那工作的时候，你会中途休息吗？会的，每工作1个小时，我就会站起来走5分钟，看看远处，活动一下脖子。一直坐着的话，身体会很不舒服。这个习惯特别好，很多上班族都忽略了这一点。那你中午几点休息？午休一共有多长时间？我们中午12点休息，1点半继续上班，一共有1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。时间还挺长的。那你午饭一般吃什么？是自己带饭还是出去吃？我很少自己带饭，一般和公司的同事一起去楼下的餐厅吃。
我们公司附近有很多不同的餐厅，有川菜、面馆，还有快餐。我一般换着吃，今天吃米饭炒菜，明天就吃面条。那很不错，不会吃腻。一顿午饭大概要花多少钱？一般20块钱左右就够了。公司附近的餐厅都不贵，味道也还可以。你最喜欢吃的午饭是什么？我最喜欢吃番茄鸡蛋面，便宜又好吃，15块钱一碗，很快就能做好。有时候我也会点一份沙拉，换换口味。那吃完午饭，剩下的时间你会做什么？会睡午觉吗？我会睡20分钟的午觉。如果不睡的话，下午工作会很困，注意力不集中。剩下的时间，我会和同事在公司附近散散步，或者刷一会手机，看看有趣的短视频。午睡确实很重要，20分钟刚好，睡太久反而会更累。那你下午的工作和上午比，哪个更忙？一般上午更忙，下午的事情会少一点。下午我一般做一些需要慢慢想的工作，比如写报告或者整理资料。如果提前做完了工作，我就会抽10分钟学几个新的中文单词。哇，真的很努力。那你几点下班？下班之后会立刻回家吗？我们公司6点准时下班，一般我都会立刻回家，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加班。我不喜欢加班，觉得下班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。那还挺好的，不用经常加班。那你下班之后，晚饭怎么解决？如果下班早，我会先去家附近的超市买菜，然后回家自己做饭。我会做简单的菜，比如炒青菜、炖鸡肉，再煮一碗米饭。如果当天很累，我就会点外卖，或者在楼下的小餐馆吃。自己做饭很锻炼生活能力啊。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我最拿手的是番茄炒蛋，很简单，不容易失败，味道也不错。我还会做黄瓜炒肉，都是很家常的菜。已经很厉害了。那吃完晚饭之后，你一般会做什么？吃完晚饭，大概7点半，我会先休息半个小时，看看电视新闻。然后每周一、周三、周五，我会去家附近的健身房运动1个小时，跑步或者练力量。运动的习惯真好。那不运动的晚上，你会做什么？不运动的晚上，我一般会在家学中文，听中文播客，或者看一集简单的中文电视剧。有时候，我也会和国内的家人视频聊天，说说我最近的生活。每天的安排都很充实。那你一般几点睡觉？睡觉之前会做什么？我一般11点左右睡觉。睡觉之前，我会先洗澡，然后放下手机，看几页简单的中文书。我不会在睡觉前刷手机，不然会越刷越精神，睡不着觉。这个习惯健康，很多人睡觉前一直刷手机，结果熬夜到很晚，第二天起不来。那你每天大概睡8个小时，对吧？对，差不多8个小时。我觉得睡够了，第二天才有精神工作和学习。如果睡不够，我一整天都会觉得很累，什么都不想做。没错，睡眠真的很重要。刚刚我们聊了工作日完整的一天，那周末的生活和工作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周末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周末我不用定闹钟，一般会睡到9点多，自然醒。听起来就很舒服。那周六你一般会怎么安排？周六上午，我一般会打扫房间、洗衣服，把一周的家务都做完。下午，我会和朋友见面，一起去逛公园，或者去商场买东西。晚上，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吃饭、看电影。
很丰富啊。那周日呢？周日我一般不出去，就在家休息。上午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下午准备一下下周要带的东西，或者学一会儿中文。周日晚上我会早点睡觉，调整作息，这样周一上班不会难受。这个安排很好，既有玩的时间，也有休息和准备的时间。很多人周末玩得太疯，周一就特别累。那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是比较忙，还是比较轻松？我觉得刚刚好。工作日虽然忙，但是下班之后有自己的时间，周末也能好好休息。我之前的工作经常加班，每天都很累，身体也不好。后来就换了现在的工作。那确实，平衡工作和生活很重要，这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。对，我觉得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不能为了工作把自己的生活都丢了。说得特别好。那你有没有什么保持舒服生活的小习惯可以分享给大家？我觉得有3个小习惯对我帮助很大。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，睡够8个小时，不熬夜。第二个是每天抽一点时间运动，哪怕只是走路20分钟，身体也会舒服很多。没错，运动真的很重要。第三个呢？第3个是每天给自己留一点什么都不做的时间，不用一直工作，一直学习。比如中午散散步，晚上看看窗外，让脑子休息一下，这样反而工作效率更高。说得太对了。现在很多人每天都很着急，从早忙到晚，反而觉得越来越累。适当休息其实能做得更好。对，我之前也总觉得要把每1分钟都填满，后来发现那样根本坚持不了多久，还很容易不开心。那很多人都觉得每天上班下班，生活好像都一样，有点无聊。你有这种感觉吗？你怎么让日常生活更有意思？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每天的日子好像都差不多，所以我会给自己找一点小乐趣，比如周一买一杯喜欢的咖啡，周3晚上吃一顿好吃的，周末去一个没去过的公园。哇，这个方法真好，给平凡的日子加一点小期待。对，不用做什么大事，一点点小事就会让一天变得不一样。比如我夏天的时候，每天下班路上都会买一个冰淇淋，就觉得特别开心。听起来就很幸福。确实，日常生活不用很精彩，有一些小开心就很好了。那你有没有觉得不好的生活习惯想要改正的？有的，我有时候工作忙起来，会忘记喝水，一天喝不到2杯水，对身体不好。还有的时候，周末会点很多外卖，吃太多垃圾食品，这些我都在慢慢改。能意识到就很好了，慢慢改就可以，不用着急。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日常的内容，对于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如果他们要聊我的一天这个话题，怎么说会更自然？我觉得不用用很难的词，就按照时间顺序说，早上做什么，中午做什么，晚上做什么，就很清楚了。可以多加一点自己的感受，比如，我觉得这样很舒服，我不喜欢太忙，这样聊天就不会像背课文。对，说得特别对。日常聊天不用追求难的词汇，说清楚自己的意思，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最好的。
而且这个话题可以练的内容很多，比如你可以说自己的一天，也可以问朋友的一天，练得多了就越来越熟练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我们今天用简单的中文聊了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的完整日常，还有生活习惯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，这些大家都关心的话题。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能用中文说说自己的一天。给大家留一个小练习，用3到5句话说说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写下来，我们都会看的。对，大家多开口说，多动手写，中文进步会很快。下期节目我们会聊我的周末计划，也是非常实用的日常话题，词汇同样适合 HSK 3到4级的朋友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